嗨，大家好，我是 Judy，欢迎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是我们初级班第3集力道 K 线，要跟大家介绍所谓的力道 K 棒。那之前我相信大家在看我节目的时候有在讲说，K 线的部分就跳过去不要讲。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讲 K 线呢？因为我们要找到 K 线中，不是说 K 线都不管它，而是说找到最主要的关键点位。所以我接下来就教大家怎么去看，就是那个K 线的部分。大家想想看哈，我一张冰图打出来的过程之中，然后有很多那个什么 K 线。那在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篇初级班都是指数篇，然后下一集中级班的时候我会用个股来跟大家讲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哈，短 K 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开盘跟你的收盘价中间这个实体的部分呢，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盘整丁线，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实体在20点到50点的话，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丁线。好，那另外一个叫做盘整待变的这个叫新线，这个新线就是说它实体的 K 线在20点之内。那其实想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中间的实体 K 棒在指数的部分没有超过50点的话，你就是所谓的丁新线。那所谓的丁新线就是说它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为什么没有任何代表性呢？因为它的力道太弱了，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当做盘整。那这种 K 棒的话，就是短 K 线，它必须依附一个长 K 线，也就是说那个中间的实体要超过50点以上的长 K 线去依附它，才能去决定未来的方向。好，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说长 K 线的部分。那长 K 线的部分呢，刚刚我就已经讲过，我们要超过50点，所以长 K 线它这边就有分，小红是50点，中红是80点，然后长红是120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所谓的它的关键点位，还有它的支撑跟反压点。那它这边已经讲了，就是说它 K 线实体的1/2为特定的支撑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以长红棒来讲的话，比如说它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下颈线，那它的上颈线就是往上画。那你讲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有一个长红棒收盘，那我们可能会知道明天很容易开高走低，那就是在我刚刚画的这个区间里面。因为它这个地方，那你说如果突破了这个曲线呢？突破了这个曲线，它就会有不同的方向。比如说掉到这个下颈线之下，就有可能代表说那根长红棒只是一个骗线。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突破这个上颈线的部分又一个长红棒呢，那可能就是相对这个要发起攻势的情况。所以在这地方每个人了解的话，就大概知道。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那个黑 K 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我黑 K 一旦一个长黑 K 棒出来，隔一天都很容易开低再做一个反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边就是一个颈线，这边就是一个上颈线，然后它支撑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下颈线。那我约略做介绍，你说那怎么算呢 ？OK， 我们下面再慢慢来看哈。那当我知道长红棒以后，你看我现在有50点。有80点，有120点，那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今天涨，比如说5%的股票涨7%的股票跟涨10%的股票，它的有效性就会不一样嘛，所以它这边会告诉你，就是说，你长红棒就是实体有超过120点的话，那它的有效度是100%的意思就是说，它明天有100%机会去挑战上颈线的位置，然后在上下颈线这个地方。然后如果说今天是明天开盘又是长红棒又是跳空的话，那就代表说分数又往上提升。也就是说，当你这个长红棒它越长的话，代表它明天持续上涨的力道就会相对比较强。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有效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的部分。OK， 刚刚我们前面一直说颈线，什么是颈线呢 ？OK， 我们先用那个长红棒我做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比如我们长红棒这边一出来的时候，这边是开盘，这边是收盘，所以才会造成一个长红棒。那我们就把开跟收加起来除以2，这边就是一个下颈线，就是我跟大家讲的隔天开盘会来回测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中间一定就会有一个收盘价跟下颈线这边就会有一个差价。那我们再把这个差价用收盘上加上去，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上颈线。也就是说，当有一个长红棒出现的话，通常它很容易开高走低，就是在这个上下颈线
之间晃。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可以在开盘接近上颈线的时候卖，然后收盘接近下颈线的时候买。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有特别强调，当我们在做金融操作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套方法打遍天下。如果我今天跟你讲可以这样做，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做？那每个人都赚钱，那谁是那个赔钱的呢？这边就要跟你讲一个很重点，就是如果你今天过这个上颈线是长红棒的话，你就千万不可以乱买乱卖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往上45度的行情。那同样在收黑的这部分也是一样，我这边是一个下颈线，这边是一个上颈线，我隔天应该是在这边卖，在这边买。但是我如果有一个长黑棒跌破下颈线的话，我想这个地方它已经会变成一个向下攻击的45度，你就不可以在这个地方随便乱买。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长红棒或一个长黑棒出现，隔天有2种情形，一种情形盘整，盘整就是在上颈线跟下颈线去做，另外一个就是说突出有一个方向出去，那就是决定。所以有长红或长黑的隔一天，你都要特别小心。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先用长黑棒这个地方做一个实例，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长黑棒实际怎么做记录？那大家还记得吗？2022年1月5号就是一个长黑棒。那一天我怎么知道就是转折点？然后我怎么在那附近几天卖掉，不会后面的跌幅我就不会遇到呢？那我们看一下那个1月5号这个实际的情况呢，它这个情况就是开高，然后再来那个收盘是18499，好啦，那它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黑 K。那我们就按照我前面教你们的方式，我就可以算出上颈线是在这个18549的地方，然后颈线就是它的这个收盘价部分这个地方我们称作颈线，然后再算出一个下颈线。所以隔天开盘我们就知道这个指数呢，我们就在前一天就已经规划好了，指数就是从隔天开盘就是在18549到18449这个区间。所以我今天如果已经出现一个黑 K， 我要卖的话，我已经决定要卖的话，我就是在上颈线这个地方卖。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上颈线这个地方，如果是以很强的长红，就是你在分时图上看它攻击的 K 棒已经是长红棒，那你这个地方就不能乱卖了。所以我们一个买卖点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好，规划出来的时候，所以说当你出现这个时候，那你就跟着去做。所以结果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们去做规划，然后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长黑棒，我刚刚讲是1月5号，接下来我们已经事前做了规划嘛，就是我刚刚讲的，上颈线这个位置，还有下颈线这个位置是我要做的。结果呢，隔天我们用现货跟期货同时去看它，为什么？因为我虽然看现货做上下颈线，可是我实际操作的时候是期货嘛，结果按我们事前规划的时候，我们规划说18549这个地方我们要卖。好，那它确实有反弹到18549，最高到18565就下去了。所以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原先的规划，在18549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攻击力道减弱，也没有长红棒的意图要冲破的时候，然后 OK， 我们在这边先做一个卖单，然后接下去呢，因为它后来就一路往下，那你这个地方如果你一直等到收盘价再补回来的话，那你中间的价差是172点，那用台指1口200块来算的话，你一天就赚了34400块钱。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有专业知识、有方法、有逻辑的话，不管是股票、期货或任何一个商品的话，你只要按照你的规律去做，然后盘中的时候不要照进，那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就是想赚的钱放到你的口袋里。那一样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就是说，这是一个盘整的规划。如果隔天它根本连上颈线都没有过，然后直接就跌破下颈线，比如说我举例是这样子，这样的话，那你下颈线那个地方根本就不能抢短，因为它就是以一个45度往下灌的方式。所以大家学会了以后，那对于连续的跌势你就会非常清楚了。比如说隔天一开盘就跌个300点、400点，那你还能抢反弹吗？当然是不能抢反弹啦，对不对？那你就要把上下当天的那个什么长黑棒的上下颈线算出来，就要去想说，再吃一日，如果反弹或者再下去的时候，自己该怎么操作？好，讲完长黑的部分，我们来看红棒的部分。那红棒的部分也是一样哈，我用那个2月7号，就是我们从1月5号跌到
2月7号这个地方呢就是跌到1月底，后来有反弹。那在2月7号这个地方呢，它有做一个长红棒的这个部分。那它中间的实体点大概有150点的部分。然后一样的方法我们先除以2，把它下颈线这个地方我们先算出来。OK， 那中间有差值，我们再用这个差值去算上颈线的部分。OK， 那这就是隔天要卖的位置，这就是隔天要买的位置。如果它是一个盘整盘，可是隔天如果是一个趋势盘，就是它一攻就攻破了上颈线一个红棒的话，你就要知道它是趋势盘。所以操作没有一定的定律，是灵活运用。那以后在后面的课程第4堂课，我会教大家江波图，从江波图就可以分析出来说当天到底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OK， 那我们就用这个实例再看我这边是2月7号 ，OK， 我看一下2月8号。OK， 2月8号的话，真的在我们规划的时候，它到了上颈线了，然后我们也按照这个规划卖了。然后可是它在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杀不下去，杀不到下颈线，因为我们是做所谓的，如果是要当冲做指数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既然杀不到下颈线，我们就可以在颈线这个地方回补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是可以赚到这个价钱，或者是说你并不晓得它会不会跌破下颈线，那你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再收盘补回来，因为它是开高走低嘛。那你一样是可以赚到钱。那同样这边也是告诉你一个，就是我刚刚告诉你，它如果是长红棒突破了那个所谓的上颈线的话，那你就是不能用盘整的方式操作它，那你就要用多方的方式操作它。所以大家会不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做股票也是这样，强者恒强。第一天长红棒你没追，第2天又长红棒，你想说有一天停止我再去买它，就你会发现每天都是长红棒。为什么？因为它每天都用长红棒去过了上颈线的压力。那什么时候去卖它呢？就是当它的上颈线不过的时候就要这样子。OK，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部分。那我想今天初级班的课程，我特地就是在力道 K 线这个地方用台股指数告诉大家，各位小白们其实不用害怕期货。当你有一套方法的话，在期货方面也是可以轻松获利。那下一堂中级班的部分呢，我会跟大家讲个股的部分。所以如果比较习惯个股操作的话，那欢迎下星期看我们的中级班。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记得去部落格看我们的文章，有更详细的说明哦。OK， 那到了尾声，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OK，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